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面临死结。美国智库指出，反华以反俄主张正在反噬美国。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对美国这个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来说，如何同时与中国和俄罗斯展开大国竞争，被认为是一个死结。美国现在把俄罗斯列为直接威胁，而把中国看成是最大的竞争对手，或者是地缘政治挑战。在美国国内，虽然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争斗严重撕裂了社会，但是在面对大国竞争时的态度几乎是一致的。华盛顿邮报称，拜登的大部分外交政策机构通过竞争的视角来看待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利益和目标。然而，欧亚集团高级分析师阿里·韦恩却指出，虽然国家间竞争是世界事务的一个特征，但它不需要成为外交政策的蓝图。当美国让反华或反俄的政策驱动自己的议程时，就会让这些假定的对手对自己的决策产生重大的影响。也可以理解为，原本中国与俄罗斯可能不是美国的敌人，但是因为美国坚持大国竞争战略，让自己白白多了2个敌人，而且呢还会带来不必要的危机和损失。韦恩认为，美国高层坚持将大国竞争作为制定政策框架的牵引力，反映了一个矛盾的组合。一方面是战略焦虑，另一方面是官僚主义的舒适。也就是说，美国一方面对中国与俄罗斯的强大感到不适应，同时它还缺少应对一个多极时代的新战略，因此会给其当政者带来不必要的焦虑。第二个因素就是美国的官僚们已经习惯了冷战思维，而且呢，在冷战期间似乎呢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包括日本、德国的失败，苏联戏剧性的解体。所以现在的美国政府高层也以为自己通过大国竞争就能全面地战胜中国。然而现实是非常残酷的，俄罗斯虽然陷入了乌克兰战争的泥潭，但是普京的支持率远远好过拜登，俄罗斯社会的抗压能力也非常强，似乎不大可能崩溃。而中国则是一个与前苏联完全不同的国家，美国与中国的摩擦主要部分并不是军事和意识形态，而是经济和技术创新。苏联的经济规模从未超过美国经济的一半，莫斯科也不是创新的主要来源，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美国的3/4以上了，而且中国还是全球创新的一个中心。所以美国想着要与中国脱钩，但实际上它对中国的依存度仍然非常高，甚至根本就离不开中国。近年来，中国一直在批评美国对大国竞争的态度，因为这是一种冷战思维。于是呢，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成为更多国家的最大贸易国，而且在全世界推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正在给人类带来一次新的发展契机。美国的影响力也因此而快速衰落。美国人一直强调大国竞争，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有战斗力，实际上正在被这一战略所反噬。其主要的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美国有可能被动地应对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而这种应对方式不大可能获得美国盟友的支持。比如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美国人呢就推进了所谓的重建美好世界等等计划，结果呢最后一个都搞不好，甚至呢搞成了笑话。这其中的主要差别就是，中国人是主动规划长远战略，为自己的利益甚至全人类的利益服务，而美国人只是为了应对大国竞争的需要。其次，美国明显夸大了中国所带来的竞争挑战，从而加剧了美国的焦虑，甚至呢逼着中俄背靠背。中国与俄罗斯原本是存在着一定竞争关系的，就是因为美国的同时施压，结果中俄发展成了没有上限的战略互信。最后将大国竞争看成是一种处方，最大的风险就是让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走上极端。俄乌冲突就是美国玩大国竞争的结果，现在反而影响到了美国和欧洲的整体利益，
甚至呢影响到了美国的对华战略。如果美国不是一次次的对俄罗斯进行战略压迫，拜登政府能做出一点点战略让步，那么这场冲突可能就不会发生。特朗普最近说，如果是他在当政，那么俄乌冲突就不应该是一场全世界面临的危机。总体而言，美国人已经习惯了大国竞争的战略思维，也因此而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俄罗斯现在豁出去，与美国和西方一搏。如果美国胆敢让佩洛西在台海挑起冲突的话，那么还会面临一场更大的危机。如果美国政府还不知道收敛，那么中国人民就可能会帮助美国人冷静冷静。就算玩大国竞争，也得看看美国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实力。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